我们所居住的宇宙大的几乎超出直觉想象，里面散布着数万亿个星系，而每一个星系里又往往挤满了数千亿颗恒星。光是这个数量级，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与敬畏。正因为宇宙大到这种程度，我们几乎不可能把每一个星系都逐一点名认识。人类更像是在一片无边海洋里，努力先画出轮廓，再慢慢理解细节。不过，靠着哈勃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等强大观测设备，我们已经替数十亿个天体建立了星空地图，并且持续把视线推向宇宙最遥远、最古老的边缘地带。当人们平常在谈宇宙有多大时，很多时候其实说的是可观测宇宙，也就是以我们目前仪器能力能看到的那一部分空间，常被称作哈勃体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展开的巨大球形切片，里面装着所有目前能被我们看到的星系与物质。关键原因是，它们发出的光到现在为止，已经来得及抵达太阳系。我们都知道，光会从发光体向四面八方射出去，在太空里不断传播，但它并不是瞬间到达，而是有速度上限的，大约每秒30万公里。这个速度在地球范围内快得惊人，但一旦放到宇宙尺度，就会显得慢得让人抓狂。因为只要跨出银河系，稍微像样的星系际距离，都会让光在赶来地球的路上花掉极其漫长的时间。也正因为光需要时间飞行，我们看到远方天体时，其实看到的是他们年轻时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特别爱用光年来同时表达距离与时间信息。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如果某个星系离我们10亿光年，那么我们此刻看到的并不是它现在的模样，而是它在10亿年前留下来的旧影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宇宙边缘更像一道时间墙，而不是实体墙壁。因为宇宙本身只有约138亿年的历史，光能带给我们的信息也就自然被这个年龄上限所限制。因此，哈勃体积里只会包含那些光来得及在宇宙年龄范围内赶到地球的星系，而且越远的星系，在我们眼里就越接近宇宙刚诞生不久时的模样。换句话说，朝宇宙边缘前进，本质上就是朝时间上游逆流而上。越往外看，越像在追溯宇宙的童年和起点。人们常说望远镜就是时间机器，而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几乎把这句话变成了现实。他用超高灵敏度的红外观测能力，把视线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让我们像翻相册一样去看宇宙各个阶段的成长过程。而在这整段宇宙历史里，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停过，那就是宇宙空间本身一直在持续膨胀，不断变大。这种膨胀并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能从远方传来的光里看到证据。随着空间拉伸，光波也被拉长，于是出现所谓的红移现象，看起来更偏红，更偏长波。更准确地说，红移指的是光在传播到地球途中，波长被空间膨胀拉长，而不是缩短。因为空间本身在变大，使光波的波峰之间距离被一起撑开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气球表面被慢慢吹大，不是星系自己在表面上狂奔，而是表面本身在扩张。于是物体之间的间隙变大，连正在远距离传播的光波也会被一并拉长。这种拉伸会让可见光往红色方向偏移，但它并不只发生在可见光上，而是作用于所有电磁辐射。所以
红移就成了判断星系远近与宇宙尺度的重要线索。因此，只要知道一个天体的红移值通常记作 c， 我们就像拿到一把宇宙刻度尺，可以据此大致判断它在多远，属于宇宙哪个时代，并由此展开这趟旅程。这趟旅程当然要从地球出发，但即便放在太阳系里，地球也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点。如果再把尺度放到银河系，它就更像尘埃中的一粒尘埃。而我们的太阳，在银河系里也不过是至少上千亿颗恒星中的普通一员。许多恒星周围同样带着行星系统，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配置在宇宙里并不稀奇。不过，只有当视角真正冲出银河系边界之后，宇宙那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巨大尺度才会开始一层一层地压到我们眼前。银河系在本星系群里排第二大，而本星系群本身其实只是一个不算大的、分布相对稀疏的邻里区域，里面大约有30多个星系，以及数百个更小的卫星星系。虽然整个本星系群横跨大约1000万光年，听起来已经很夸张，但其中最关键、最显眼的4个主要星系，其实都集中在一个相对近邻的范围内。更有意思的是，本星系群里最大的3个成员看起来正朝着未来碰撞的命运前进，因为他们彼此的引力足够强，甚至能压过这一区域里宇宙膨胀带来的微弱分离趋势。所以在本星系群内部，许多运动还被局部引力主导。只有当我们把视野推到更外面，飞出这片邻里空间，红移才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旦越过本星系群，我们就来到更大的本地体积范围，它同样是以地球为中心定义的一块空间切片，囊括了大约3000万光年内的各类近邻星系。这个区域大致延伸到红移 0.002 左右。除了我们所在的本星系群之外，还包含500多个邻近星系，而它们中的很多也各自带着自己的小型邻里圈与卫星系统。其中有个名字很霸气的结构叫巨人议会，它由12个体量与银河系相当甚至更大的星系构成一个近似环状分布，看起来像是在外围环抱着我们的本星系群。这些大块头星系本身往往也会带着自己的小型河外家族，例如巨人议会中的雕塑家星系就统领着一个被称为雕塑家星系群的小系统。雕塑家星系的正式编号是 NGC 253，距离地球约1100万光年。它是一座典型的星爆星系，内部正在疯狂诞生新恒星，也因此显得格外明亮。在近邻宇宙里，亮度表现非常抢眼，仅次于像仙女座和草帽星系这样的知名成员。梅西耶104，也就是人们熟悉的草帽星系，因为它那像草帽一样突出的核球与横向尘埃带而闻名。它的整体形态很特别，常被视作一类难以简单归类的奇异星系。虽然草帽星系的星系运尺度大约只有雕塑家星系的一半，而且距离我们还远了约3倍，但它整体散发出来的星光却依旧非常耀眼，亮度表现甚至能压过雕塑家星系。草帽星系所属的是侍女座2星系团，这是一支由约100个较小星系组成的分支结构，可是做从更庞大的侍女座星系团系统中延展出来的一条支脉。侍女座星系团位于侍女座方向，和我们的本地星系群之间隔着不小距离，红移约为 0.0039， 它像宇宙里的市中心一样高度拥挤，拥有超过1500个星系，是近邻星系系范围内最庞大、最密集的星系聚集体之一。
而在室女座星系团的核心附近，矗立着一位真正的宇宙明星——梅西叶87，也就是常说的 M87。M87 是一座超巨型椭圆星系，里面有数量惊人的老年恒星族群，以及超过15000个球状星团。整体尺度远远超过我们熟悉的银河系。更震撼的是，它的中心坐着一颗超大质量黑洞，质量超过太阳的60亿倍，几乎像一台吞噬与喷发并存的宇宙引擎。到了2019年，世界望远镜团队经过多年协作与数据整合，终于拍下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阴影图像，而主角正是 M87 中心黑洞。这一幕当时几乎震撼全球。这颗黑洞同时也是射电天文学家的明星目标，因为它会沿极轴向外喷出高能等离子体喷流，延伸可达数千光年，让 M87 成为射电天空里最醒目的核外辐射源之一。把 M87、室女座星系团、室女座2星系云，再加上我们和周围上百个大型星系群放在一起看，它们似乎共同拼接成更高一级的星系际结构，而这张大网可以一路延伸到红移 0.01 之外，尺度约达 1.5 亿光年。这就是室女座超星系团。顾名思义，它是由数千个星系组成的大型家园，整体分布范围轻松超过1亿光年。更关键的是，到了这个尺度，宇宙的聚合故事还远远没讲完。宇宙网里的结构层级仍在继续向更大尺度延伸。从星系速度场和流动方向来分析，室女座超星系团其实只是一个更大网络中的4瓣之一，也就是说，它只是更宏大结构中的一个区域性分区。这个更高阶、覆盖范围更广的系统，就是著名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拉尼亚凯亚的体量非常惊人，估计包含超过10万个星系，整体跨度超过5亿光年，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大尺度宇宙地貌。虽然拉尼亚凯亚内部的星系整体并不是像星系团那样紧密引力束缚，最终不会全部坍缩到一起，但它们仍会受到整体引力市场的牵引，表现出一种有方向性的流动，就像叶片会整体朝光源方向舒展开一样。问题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不清这些星系流最终流向哪里，因为拉尼亚凯亚明显的引力盆地区域恰好落在被银河系盘面遮挡的天空方向。也正因如此，所谓巨引源到底藏在哪里，是什么在主导这股大尺度流动，几十年来一直是天文学里的著名谜题。幸运的是，随着新一代观测与测距技术进步，我们终于能逐步看穿银河系背后的遮挡区，把这片长期隐身的宇宙区域慢慢描绘出来。与可见光相比， X 射线和红外辐射更能穿透银河系厚厚的尘埃盘，这让我们得以窥见盘面后方的超星系团结构，并最终把巨引源的主要方向追踪到半人马座超星系团深处。在这片区域里，距离地球约 2.5 亿光年，红移约 0.018 的位置，我们找到菊齿座星系团，它看起来像是这一片引力盆地的重要核心。拉尼亚凯亚中大量物质流向似乎都朝它汇集。不过，只靠菊齿座星系团本身，仍很难完全解释那些星系流动速度为何如此明显。这暗示在更远处还存在更大尺度的结构正在一起拉扯。继续把视野拉远，在拉尼亚凯亚之外，超过 6.5 亿光年的地方，天文学家发现了异常致密的沙普利超星系团。
其中聚集着数千个受引力束缚的星系，是一座真正的质量高地。再往更深处推进，在超过 8.7 亿光年的尺度上，还能看到船帆座超星系团，它同样是影响大尺度流场的重要成员之一。目前较常见的理解是，沙普利与船帆座这两个更远、更大的超星系团，都会从远距离对拉尼亚凯亚产生额外牵引，等于一起放大了矩尺座方向的引力效果，也让巨引源为何如此强大变得更容易理解。但也要提醒一点，像拉尼亚凯亚或侍女座超星系团这种高阶集合，内部很多成员并非严格引力束缚，所以从定义上说，它们究竟算不算实体结构，在天文学上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即便如此，宇宙网里仍存在比超星系团更大尺度的延展形态，这种像脉络一样延伸的结构，就是所谓的星系丝状结构。星系丝状结构通常被视为宇宙中最大级别的组织形态之一，它们像一条条由超星系团串起来的链条，在动辄数亿光年的尺度上拉出清晰的线状轮廓。而且这些宇宙链条里，有些大到远超我们的直觉上限，规模还会继续往上突破。在距离地球约10亿光年，红移约 0.074 的范围内，我们看到了著名的斯隆长城。这是通过斯隆数字巡天数据辨认出的超巨型丝状结构，规模非常惊人。它整体看上去像一段巨大弧形的星系聚集带，横卧在一片相当致密的宇宙区域中，仿佛宇宙网里被加粗的一条主干。这道长城内部还嵌着多个致密的超星系团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大型节点 SUI-126 就位于结构中心附近。如果把整体延展都算进去，斯隆长城的长度超过13亿光年，连它最突出的延伸部分都达到同等级别的恐怖尺度。当然，后来也有研究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它可能并不是一条完全连续的宇宙城墙，而是3个排列较整齐的超星系团与丝状结构恰好在视角上拼接出来的效果。尽管有争议，斯隆长城在2003年一经公布，还是立刻被称为当时已知最大的宇宙结构，并且这个冠军头衔大约保持了10年之久。当视野继续穿越斯隆长城，我们差不多就来到红移 0.1 的门槛，这对应距离地球约 13.8 亿光年的深度。再往外一点，光从那些天体出发抵达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延迟，就会逼近甚至超过15亿年。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的宇宙画面会越来越年轻，很多天体都会展现出更明显的早期演化特征。在数十亿年前，像银河系和仙女座 M31 这类大星系仍处在剧烈成长阶段，经常与邻近星系发生碰撞或并合，把彼此的恒星、气体与动力学结构重新混合。这种并合过程会把大量冷气体赶进星系核心，为恒星形成提供燃料，而并合带来的潮汐扰动又会进一步压缩气体，让造星活动变得更猛烈。当海量气体不断堆积到星系中心，尤其是超大质量黑洞周围时，那里就会变成一座极端物理实验场，出现各种强烈而复杂的电磁辐射现象。当天体中心黑洞开始与这些气体剧烈相互作用时，我们就把它称为活动星系核，因为这个过程往往会释放惊人的辐射能量，使星系在某些波段，尤其射电、X 射线等，突然变得异常明亮。
射电星系就是活动星系核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它常见于像 M87 这种巨大椭圆星系中，表现为核心极度活跃，射电辐射格外强烈。当环绕星系核的气体被加热并电离后，其中的带电粒子会受到黑洞附近强磁场的控制，被导流到黑洞自转轴附近的方向上。接着，这些物质会沿着两极形成相对论性喷流，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外喷射，把高能粒子与能量一路送到数千光年甚至更远的星际空间。这些喷流中的高能粒子在磁场里运动时会产生强烈的同步辐射，形成显著射电结构。有时候其射电翅膀的尺度甚至比宿主星系在可见光下看见的主体还要大得多。也因此，在高红移远距离处，许多普通星系的可见光已经暗得难以辨认，而射电星系反而更容易凭借强烈射电辐射被我们先发现。在这个红移范围附近，我们会遇到像 3C327 这样的目标，它只是一支数千个射电星系中的一个，但在观测史上却很有代表性。再把视线往前推进约15亿光年，我们会见到目前已知最大级别的射电星系之一，如昴宿6 Alcyoneus 这类对象，其射电结构延展长度可达惊人的1600万光年。而在这两类对象之间的距离层级上，约红移 0.158 的位置，还有一个天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名字 3C273。 3C273 不只是普通射电源，它更是一颗经典类星体，也就是活动星系核家族中最明亮、能量输出最夸张的类型之一。和主要靠巨大喷流显眼的射电星系不同，类星体那种惊人的光度，更多来自黑洞周围炽热吸积盘本身的强烈辐射。在高速旋转的吸积盘里，粒子以极端速度互相挤压、碰撞、摩擦，把引力势能疯狂转化成热能与辐射能。这种过程会把盘内物质加热到数百万开尔文甚至更高，使其辐射效率高得惊人。在某些条件下，单位质量释放电磁能量的效率甚至可远高于恒星内部核聚变。结果就是类星体会释放出几乎难以想象的总辐射功率，而且这种能量往往横跨多个波段，从射电到可见光再到更高能段都可能非常突出。类星体所在星系的核心亮度可达到银河系整体的数十万倍，因此即使远在数十亿光年外，它在望远镜里也可能看起来像一颗点状恒星。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天文学家起初常把它们当成普通恒星，直到发现它们在射电、紫外等波段异常明亮。像 3C273 就是靠这种跨波段不正常才暴露了真身。不过在这个相对较近的红移区间里，类星体其实并不算常见，它们数量还没有到后面那个类星体高峰时代的规模。3C273 距离地球约25亿光年，已经很远了，但大多数更典型的类星体往往出现在更深处，因为更早期的宇宙环境更容易为这种超亮宇宙灯塔提供燃料。要点燃一颗类星体，不只需要黑洞周围有源源不断的气体轨道供给，黑洞本身的质量范围也要合适，太小不够萌，太大也未必最有效率。如果黑洞大到像 M87 中心那样的怪兽级，它对附近物质的处理方式可能更偏向直接吞噬，而不一定能像较合适质量的黑洞那样高效地把落入物质充分撕裂并加热成超亮吸积盘。这种形象的说法，拒绝，本质上就是潮汐力梯度在作怪。它会把落入的物质拉伸、撕裂，
常被称作意大利面花，从而把气体拆解成更容易进入吸积盘的粒子流。所以在更早期的宇宙里，当许多星系中心黑洞还处于较年轻、较合适的质量阶段时，类星体这类超量光景会比今天更常见地散布在宇宙深处。如果我们想看到类星体数量真正密集爆发的时代，就得把目光继续推向更远处，越过红移一的门槛，进入回望距离接近80多亿光年的宇宙深层。在那个阶段，宇宙比今天年轻得多，尺度也小得多，整体年龄甚至还不到现在的一半，许多结构仍在快速成型。到了这个深度，类星体出现频率明显提高，这对天文学家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普通星系的光已经暗得难以做细节分析，而类星体还能像探照灯一样给我们留下清晰信号。类星体在约100亿年前附近经历过鼎盛期，它们像挂在宇宙网枝干上的明亮灯珠，帮助我们间接勾勒出那些本来更难看清的丝状结构轮廓。当回望距离接近90亿光年时，类星体在空间中的分布开始呈现成群聚集的趋势，某些形态甚至会让人联想到像丝绒长城那样的大尺度结构。所谓大型类星体群，就是在数十亿光年的范围内，多个类星体在统计上表现出聚集关系后形成的超大尺度集合体。虽然这类群体通常不被认为是严格引力束缚的实体团块，但从观测尺度来看，它们依旧是目前人类见过最巨大的宇宙排列之一。在距离地球约88亿光年的深处，我们遇到了3个著名破纪录大型类星体群中的第一个 U1.11。 这个群体包含38个类星体成员，其最大延伸尺度约达22亿光年，已经大到让人几乎难以在脑中构图。紧接着在相邻但更深一点的位置，红移约 1.28， 我们还能看到克劳斯·坎波萨诺大型类星体群，它由34个类星体组成，跨度同样超过20亿光年。而在差不多同一距离层级，红移约 1.25 附近，还存在更夸张的巨型 LQG， 它包含73个类星体，分布范围超过40亿光年，尺度已经逼近想象力极限。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认为，这些大型类星体群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真实结构，更可能是大样本中的随机排列叠加出某些统计规律的结果。不过，无论定义上怎么争论，这3个大型类星体群在观测史上仍然常被列入已知最大尺度宇宙结构候选者的名单里。而后来在2013年接替丝绒长城最大结构名号的对象，主角却并不是类星体群，它对应的是一组与伽马射线暴分布相关的超大尺度聚集现象，而不是单一的类星体结构。伽马射线暴 GRB 是宇宙中最强悍的电磁爆炸之一，往往能在短短几秒内释放出接近太阳一升总能量量级的惊人能量。和类星体、射电星系不同，伽马射线暴通常不是活动星系核主导的现象，它们更多来自极端恒星死亡事件，例如某些超新星爆发，或双中子星并合后形成黑洞的过程。这2类事件都会先爆发出极其猛烈的伽马射线，持续时间从毫秒级到数小时不等，之后还会留下更长波段、持续更久的余晖，让天文学家有机会定位并绘制大量 GRB 的空间分布图。在比大型类星体群更远的区域，约红移 1.6 附近，科学家发现一片显著的伽马射线暴聚集区，其尺度横跨约100亿光年，这就是著名的5仙座。
北冕做长城。尽管它经常被描述为目前已知最大级别的宇宙结构之一，但它的密集分布未必直接对应一条真实存在的超丝状实体结构。原因在于，伽马射线暴和类星体一样，更像是发生在星系内部的高能事件，它们与大尺度宇宙网的关系可能是间接的，而不一定能一一映射出底层结构。不过先不谈定义争议，光是去理解100亿光年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是一件足以让人思维发麻的事情。站在这样的宇宙尺度面前，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忙碌与烦恼会突然显得非常渺小，仿佛只是宇宙长河里一瞬间的涟漪。这道长城把我们的视线进一步带到红移约2，回望距离约112亿光年的深远宇宙，进入更早期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深度，我们抵达了早期宇宙最热闹的阶段之一——宇宙正午。那是许多星系造星活动最旺盛、恒星形成率达到高峰的黄金时代。大约在大爆炸后25亿年左右，宇宙里充满了富含气体的年轻星系，它们像高速运转的恒星工厂，每年形成的新恒星总质量可达几千个太阳质量。相比之下，今天的银河系虽然更成熟更大，却只以相对温和的速度造星。这些早期星系不只是造星旺盛，它们也常伴随强烈的电离辐射环境。与此同时，明亮类星体在这个红移区间仍然相当显眼，继续担当远距观测中的灯塔。不过在如此遥远的深度，我们也常常只能看到一部分讯号，因为某些本来很亮的活动星系核辐射会被前景中的厚气体与尘埃层部分遮挡。这时候，天文学家就会抛出一个有点幽默但很形象的名字——热狗。这里说的热狗并不是食物，而是指一种极热、被大量尘埃遮蔽却依旧亮得惊人的星系，通常是早期宇宙中的高光度类星体系统，从厚气体壳层里透出强烈辐射。2010年，NASA 的 WASP 望远镜在红移2到4的范围内辨认出上千个这类热狗型及亮尘遮蔽天体，它们的回望时间接近130亿年，直接把我们带回宇宙早年。不过，当我们逼近红移3左右时，远方天体的光就会变得更难观测与解释，因为在这个尺度上，宇宙膨胀造成的退行速度效应开始变得非常强烈。正如前面说过的，真正变大的不是星系自己，而是星系之间的空间。当距离大到某个临界尺度后，空间膨胀造成的分离速度就可能在数值上超过光速。这并不违反相对论，因为超光速的是空间尺度的增长效应，并不是某个物体真的在局部空间里超光速飞行。因此，当天体远到超过约120亿光年时，它们会因宇宙膨胀效应显得快速远离，发来的光不但被强烈红移，也会变得异常微弱难测。从观测者的角度看，随着光子越来越稀少，波长越来越长，远方天体的变化会像被慢动作拉长，仿佛时间正在冻结一样。也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认为再往外的高红移地带几乎等同于观测禁区，基本不可能被有效探测。不过随着新一代观测设施，尤其是红外天文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终于开始把那些来自宇宙远古时代几乎被黑暗吞没的微弱光芒重新打捞出来。事实上，寻找和研究这些原始星系本来就是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最核心、最令人期待的任务之一。
这些早期星系之所以让天文学家格外着迷，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关键点是，它们可能接近第一代恒星第三星族恒星出现的时代，而这些恒星被认为直接由大爆炸后遗留下来的原始气体诞生。当第一批恒星在宇宙黎明中点亮时，它们也启动了一个我们至今仍在努力拼图的关键时代。在电离时期，这是早期宇宙气体状态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阶段之一。在大爆炸后宇宙逐渐冷却的过程中，原本炽热的等离子体开始让电子与原子核重新结合，于是形成了第一批中性的氢和氦原子气体。可当早期恒星开始大量点亮后，它们释放出的强紫外辐射又把这些中性气体中的电子重新剥离出去，使宇宙气体再次回到电离状态。这就是在电离的核心过程。这个在电离阶段大约持续了数亿年量级，并在红移约6左右基本完成。当时宇宙中大部分曾经中性的气体已经重新变成电离状态的介质。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电离到底是许多普通星系共同贡献分散完成的，还是主要由少数超量大星系或类星体主导推动的集中功能结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天文学家持续追踪宇宙黎明以来最遥远、最古老的星系，而近几年我们已经在超过130亿光年的回望深度上不断发现候选目标，进展非常惊人。在大熊座方向红移约11.1的深处，我们发现了著名的 GNZ11， 它是目前已知最遥远、最古老星系候选之一，看起来像一个小而炽热、富含气体的年轻系统。这个在图像中只是淡淡一点的目标，被认为在大爆炸后仅约 4.2 亿年就已经形成。这意味着宇宙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黑暗到形成星系的关键跨越。GNZ11 曾长期保持最远已知星系称号，直到2022年前后，东京大学团队报告了更远的候选目标，才让这个记录开始被挑战。这个名为 HD1 的候选星系估计红移高达约 13.27， 若得到确认，就意味着它在宇宙诞生后仅约 3.3 亿年时已出现，离第一批恒星点亮的时代非常接近。不过，这样的极端距离仍需要更可靠的后续观测确认。而巧的是，詹姆斯·韦伯自己也很快发现了超高红移候选原始星系，比如 GLASZ13 这类目标。虽然它未必比 HD1 更远，但这类 GLASZ13 候选目标依旧位于红移13附近，对应的回望距离已接近135亿光年，仍然极其惊人。这些数字已经够震撼了，但若再把宇宙膨胀算进去，画面会更夸张。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在极早期发出的光，而它们如今在宇宙中的实际距离早已被拉得更远。这些星系若存在到今天，它们所在空间与我们的间距会因宇宙膨胀继续增长，在大尺度上呈现出数值上超过光速的退行效应。按宇宙学模型估算，这类超高红移星系在今天的共动距离可能已超过330亿光年，远到它们此刻新发出的光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难以再追上我们。当目标开始以这种方式划出我们可交换信息的范围时，我们就已经逼近可观测宇宙的实质边界了。在红移约2时，回望距离约136亿光年的层级上，传统光学观测几乎走到尽头，那里能留下的信号只剩下极少数来自最早恒星时代的微弱痕迹。再往前一步，
我们就进入宇宙历史中最神秘也最难直接观测的阶段之一——黑暗时代。所谓黑暗时代，就是大爆炸之后第一批恒星点亮之前的那段漫长时期。当时还没有恒星，没有星系灯火，宇宙几乎没有可见光源。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太空本身并不是自带黑色的背景布，它本质上是近乎透明的。黑暗来自没有光源，而不是空间本身发黑。因此，在哈勃或韦伯深空图像里那些漆黑的背景区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提醒我们，把时间一直往回拨，会来到一个还没点亮恒星，几乎没有可见光的宇宙阶段。遗憾的是，至少用可见光这把手电筒，我们基本只能看到这里，再往前就照不进去了。越过这条界限后，更多可见光子即使曾经被发出，也很难在宇宙演化中成功抵达地球，因为它们对应的时空位置已经超出我们当前可观测范围。当然，随着宇宙继续变老，仍会有更多更远处、更加古老的光慢慢赶到太阳系，这也会让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范围逐步扩大一点点。只是这些极远天体即便进入视野，也往往会以极暗、极红、极难分辨的模样出现，给人的感觉就像时间被拖慢到了几乎静止。在能看到更多之前，我们仍被限制在自己的可观测范围里，也就是哈勃体积所代表的这片宇宙切片，与更远区域之间隔着观测与因果上的世界边界。不过，这还不是这趟旅程真正意义上的终点，因为可见尽头并不等于宇宙本身的终点。在收尾之前，我们还要去看最后一个，也是最古老的观测地标。从可观测宇宙的叙事角度来讲，我们常把红移约20附近当作通往黑暗时代的入口，也就是在电离更早之前的区域。而如果继续往更早的宇宙追溯，最终会抵达红移约1090的时代。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宇宙最古老、最稳定可观测的光——大爆炸余晖，也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由于宇宙在之后漫长岁月里持续膨胀，这些原本更高频的光子被极度拉长波长，今天已经不再落在可见光范围，而主要出现在微波射电波段。也正因此，不管你把天线朝向天空哪个方向，都能接收到一种几乎各项同性的微波背景讯号，看上去像均匀铺满天空的底噪。当然，实际观测里会掺杂大量地球环境与人造讯号干扰，但在仔细校正之后，仍能提取出一部分真正来自宇宙诞生早期的古老背景辐射。所以这趟宇宙之旅的最后一站，就是宇宙自己的婴儿照，一张拍摄于宇宙诞生后约37.9万年的古老快照。这份背景辐射在诞生时并不是微波，而是更高频的光子，它来自宇宙冷却过程中高能等离子体逐渐消散，第一批稳定原子形成时释放并解耦出来的光。在那个时刻之前，宇宙充满致密等离子体，光子不断被散射、吸收，无法自由传播。等到等离子体阶段结束后，较早的信息就很难直接以电磁方式被我们今天探测到了。所以从观测意义上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就像一道朦胧却坚实的光学幕布，标记了我们能直接看到的电磁历史边界。可观测宇宙半径的定义，本质上就是依据这些最古老可见、可探测光子一路传播到我们这里所对应的宇宙学距离来估算的。
这些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光子，自从解耦出来以后，已经在宇宙中自由传播了大约138亿年。不过因为空间在它们飞行途中持续膨胀，所以它们对应的共动距离并不是138亿光年，而是被拉伸到了约465亿光年量级。这也正是那个常让人一听就疑惑的结论来源。虽然宇宙年龄不到140亿年，但可观测宇宙直径却约有930亿光年，因为这里说的是被膨胀后的距离尺度。但要记住，这个930亿光年直径是相对于我们此时此地的观测视角定义出来的，它取决于观察者位置、宇宙年龄以及光速传播的历史限制。如果把观察者换到另一个时代，或者让我们真的跨越数十亿年再去观测，那么当时的可观测宇宙范围与粒子世界大小都会随之改变。同样的，从更遥远未来的角度回头看今天，银河系也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远方星系一样，变成一个带着红移印记的年轻时代影像。所以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并不等于宇宙真正的边界。多数科学家认为，在我们世界之外，大概率还延伸着更广阔的空间与更多结构。但是，宇宙之外是否还有更多？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真正的整体边界？这些问题彼此并不相同，也仍然是宇宙学里最深、最难回答的一组终极问题。